阿蛮，将院里的物件收拾齐整，我们今日就搬离侯府。都记录下来了吗？这几样记得要核对清楚，明白吗？好的，小姐，你们跟我过来。真是怀天下之大吉，兄弟俩同一天合云。即日起，你离开侯府吧。哥哥娶弟媳，弟弟娶长嫂，唉，荒唐。世子娶陆氏，可有皇上赐婚？听说还是世子用战功求娶的。你当真要嫁给我兄长？请将军自重。何离并非我本意，我本以为兄长已死，才……兄长已死，你便能打着为兄长留后的由头与寡嫂苟合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顾长渊一直深爱着嫂子林婉清，世子一死，他就以借主为由，与林婉清缠绵了一夜。殊不知，世子是中毒假死，更不知我早已将世子偷偷救活。世子醒来后知晓一切，为报答我，允我世子夫人之恩。让开，2个月后我将嫁给世子。至于顾长渊这个脏了的男人，林婉清想要给他就是。原来你还在为当初的事情吃醋，才跟我闹和离。顾长渊，你当真好大的脸面！松手！你松手！松手！你松手！世子，先去收拾东西。兄长，我从今往后，他与你无关。昔女第2次成婚，愿与世子礼成顺遂。兄长，你在天之灵，也会庇佑我大婚顺利，对吗？小姐，世子也来了香居寺，我们要去打声招呼吗？世子，今日来庙中还愿，听闻世子也在此处，特来拜会。还愿吗？此前祈愿能嫁得一如意郎君。我乃短命之人，未必能如你意。不如考虑好你自己的将来。我一死，你当如何？那就请世子给我个孩子。你方才说什么？世子说自己是短命之人，问我以后当如何。我思来想去，与其以后孤苦无依，倒不如趁你还活着，给我个孩子。你我尚未成婚，在佛门之地私会，讨论这些，怕是不合礼数。世子说的是，何况我觉得世子年会长命100岁的。你体内的余毒虽然并不致命，但还是需要早日清除。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世子表面体弱多病，实则内力深厚，
他身上有着许多秘密，叫我看不透。听闻顾长渊又要定亲了。那个人是林婉晴的双生妹妹。侯府设宴过后，林婉晴声名尽毁，相府声称与林婉晴断绝了关系，转头又从庄子上接回他的双生妹妹林婉熙，并给他和顾长渊定下婚事，婚期就在下个月。捏造的双生子，偷梁换柱罢了。相府势大，虽知晓真相，却也不敢议论。这世道将人分成三六九等，刑不上权贵，恩不及庶人，就如兄长的冤情，我无力改变。只有往上爬，才可护着自己和家人的余生平安。相府最近没少找陆家铺子的麻烦，需要我帮忙吗？确实有不少麻烦，许多铺子都闹出了赝品风波，但所幸我和父亲还应付得来。告辞。你说丞相府的嫁妆只有24台，你们有没有搞错呢？我还能骗你？几位婶娘都亲眼见了，没想到相府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二婚之女，咱们侯府出了那么多的聘礼，也算给他们脸面了。哼，结果呢？他们这是在打侯府的脸。母亲，您怎么能这么说？24台就24台，我娶的是人，又不是嫁妆。而且错本身就在我，没弄清兄长之前。总之，丞相还愿意把女儿嫁过来，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。何况婉清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孩子，就算是没有嫁妆，我也愿意娶。我觉得常渊说的对，毕竟婉晴的父亲是丞相，在仕途上可以帮衬到常渊嘛，所以咱们不应该在嫁妆上面计较啊。可是这也差太多了吧？想当初陆昭宁嫁过来的时候，可是有128台的嫁妆呢。相府这些，连人家零头都比不上。母亲，往事何必再提？您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市侩？就拿平潭那一战来说，若非丞相在朝中搭点关系，粮草不能那么快到达，我也不会斩获头功啊。小姐，你要的东西。卖药的人说，女子喝完尸根本再不能生育。很好，世子只是用药期间不能同房，将来停了药，岂不是就能？绝不能让陆昭宁那个贱人怀上孩子。世子夫人之位，侯府主母之权，这一切都还是我的。陆昭宁，这下等贱民，还想当世子夫人，压我一头？哼，作暴！哎呀，这孩子郎才女貌啊！这接下来这个事儿好，真是啊，是真看到是啊。哎呀，可以说是十分豪华。这个陆府啊，不愧是商贾之家，128台嫁妆呢，真是阔绰。别家都是续台充数，陆家这单子全都实打实的好物啊。有人说，世子娶商贾之女是报恩，依我看呐，倒不知是谁沾了光啊。小姐，不去前院瞧瞧吗？今儿世子也在，聘礼可比顾长渊当年多多了。二者身份不同，聘礼数量不同，算不得优待。小姐说的是，可我觉得世子对您是真心的，他又用战功求旨赐婚。小姐，婚前多相处，婚后才能顺当呀。您当初就是因为没跟顾将军处熟，他才会被林婉晴。好了，我要的是世子夫人的位置，不是世子心中的位置。世子好酒量，咱们改天再喝。乖女儿回来了，
正好，我头晕。嘿，你替我送送世子。慢走啊，慢走啊。世子这边请。其实，你若是对我有什么质疑，大可以直接来问我。质疑？什么质疑？今日，你父亲请了位大夫，专治男子不举之症。寿宴上，世子为证明林婉清腹中的孩子不是他的，自曝他这些年一直在服药，不能行房事，从未碰过林婉清。父亲定是信以为真，还特地……哎呀，父亲他怎么能也不先问问我？阿蛮呢？此事是父亲的不是，我代父亲向你赔礼。无妨，陆老爷也是关心则乱吧。你仁静院里的嫁妆不打算搬吗？此前嫁妆失窃，还被查清盗贼，那些嫁妆现在算得上是证物，我不好挪动。此事需要我帮忙吗？嫁妆失窃一事，眼下证据尚不周全，须得拿到荣府的账目细查。此事我已暗中派人去办。至于世子，明知涉案之人是他的亲生母亲，我如何能放心托付于？谢过世子好意，我心中已有盘算。下月初3，长垣大婚。父亲的意思是，婚期太近，寿宴刚刚大办过，加之江南水患，皇上明令禁止，不得铺张浪费，故此，婚宴只会邀请亲友。这请柬是长渊让我给你的。出府的路我认得，你止步吧。小姐，顾长渊大婚，您要去吗？去了还要随礼金，你瞧你小姐我，是那种人傻钱多的人吗？娘子，成了，只要迈进侯府这道门，我便成功了大半。往后定要将昔日失去的连本带利拿回来。外面还有些宾客要招待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父亲早去早回。谢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啊！恭喜，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为何心中竟是空落落的？这满堂的轩辕，这期盼已久的婚事，为何好似都是我？婚宴后，我特意留下嫂嫂和侄女荣欣欣。欣欣即将及笄，之前她不止一次对我表示想让我成全她和恒儿，谁知我今天一提，嫂嫂却……世子婚事已定，我女儿绝不做妾。娘，世子侧夫人和寻常妾是不同的。嫂嫂，委屈欣欣只是权宜之计，待我赶走了陆氏，欣欣自然就扶正了。小姑子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你是不是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让欣欣将来所生的孩子继承侯府爵位？没错，断舌木像那商贾之女。一想到她的孩子要承袭爵位，我就寝食难安。姑母，我愿意嫁给大表兄。夫人，若荣欣欣嫁给了世子，那您腹中的小公子怎么办？婆母真是好算计。
既如此，那我就一箭双雕，不管是陆昭宁还是荣欣欣，都休想挡我的道。春桃，你明日去陆家凌烟阁买只上好的手镯。给谁？自然是给荣欣欣那个蠢货。不过，凌烟阁店大欺客，以次充好，不稀奇吧？奴婢明白了，夫人放心，定会办得天衣无缝。那2年，他也曾坐在这儿梳妆吧？那时我在军营，想着凯旋后，便与他做真夫妻。夫君，夫君，你先沐浴更衣吧。要不是未曾在他面前大汗淋漓过，想起从前听雨轩私会，更是心痒。如今他身孕已3月，无需再忍了。待会儿一起洗。以前同房，他都会先收拾清爽，竟不知他平日竟如此邋遢，就不能洗干净再碰我？世子喜洁，却过于拘束，他倒好，全然不顾及。这兄弟俩真是2个极端。爸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小姐，荣家有问题的账目都在这儿。哑巴他们查到，老夫人盗取您那些陪嫁物，再把赝品放进去。这赝品都是荣家暗中联系人制作的，他们这是里应外合，以假乱真。这册子上所记录的是负责制赝品之人的铺子地址，粗算下来，您共计损失了20万金。小姐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我们何时动手让荣家赔偿？不着急，凡事都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。若是现在找他们索赔，顶多是照价赔偿，还会使未与婆母的关系愈加破裂。这样算起来，咱们倒还是亏了。小姐，铺子里出事了。何事？有人控告连云阁卖赝品，差点闹到官府。赝品？快去备车马。是。陆姑娘，难道说这凌烟阁是陆家的产业？你先去招呼其他客人。是，东家。欣欣，你看，这位是陆姑娘，你未来的大表嫂。既是一家人，我看这事儿不如就算了。还没过门呢，谁跟他是一家人？你今天必须给我赔罪！荣姑娘就这么确信这个镯子是我们凌烟阁的吗？当然了，收据、验货文书都在，掌柜都认了。看吧，我犯得着构陷你。现在赔罪，否则我下楼告诉所有客人，让你这生意做不成。
我还要告诉姑母和世子表哥。此事有诈，按说应当报官证清白，可一旦报官，铺子就得停业核查，查清前流言蜚语早传遍了。眼下要稳住局势。沈姑娘，实在对不住，你想我怎样赔罪呢？沈姑娘，实在对不住，你想我怎样赔罪呢？赔罪嘛，当然得喝酒。那是不是只要我喝了酒，此事就此作罢？可以，但是得喝完一整坛，才算有诚意。你欺人太甚！下贱东西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陆昭宁，这酒你是喝还是不喝？我喝。沈姑娘，可还满意？陆姑娘，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，实在是不应该为了这点小事闹成这般。我以茶代酒，替欣欣向你赔个不是。不对，这茶有问题。实在抱歉，我有些醉了。不要紧，再为陆姑娘倒一杯。是。机关就在那凤眼上。小心！果然是醉。小心！到底哪边有毒，哪边没毒啊？刚才主子那杯无毒，这杯就该是有毒的。多谢陆姑娘。果然是好茶。茶水稀释了药性，一杯不够，多来几杯才稳妥。浓茶解酒，陆姑娘不如再喝一杯。这杯无毒也好，左右无毒，而且我也不想白白被算计。这杯有毒。夫人，这杯我敬你，若非你从中调和，我跟荣姑娘真不知。应该的。道成，这第3杯敬将来。陆姑娘马上就要嫁入侯府了，以后我们互相扶持，一起侍奉公婆。行了，表嫂，我们……夫人，我的肚子！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肚子！你怎么了？表嫂，你怎么了？刚才还好好的。表嫂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不能叫大夫！如果才不过几日，我怀有身孕的事就不能让人知晓。啊！血，好多血！血，好多血！
为什么会流血？先扶夫人去榻上休息。阿曼，现在立刻回府，去通知二公子和府医。还有，报官，让掌柜闭店休息。咱们凌烟阁今日查账。好。小姐，我先扶你去休息。快去！夫人，完了，夫人肯定误喝了绝子药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一步都没有错。报官！茶壶，官府来查证前必须毁掉它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想给夫人喂点水。对，是该喂点水试试。那你还不快点？得好好想想，现在这壶里倒出来的到底是有毒的还是没毒的？快点儿！滚开，我来喂。表嫂。哎，救人要紧，先搬到隔壁，其他人留下接受盘问。站住！相关人士皆需留下问话。将军，夫人这是服了绝子药，孩子保不住了，还要立马安排产婆，否则胎儿落得不干净，会影响母体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不可能，婉清怎会服用那种东西？一定是有人害她。但在这地方安排产婆绝对不行。我先带夫人回府。管好你的嘴！今日的事情不准告诉别人，知道吗？快去！各位官爷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家夫人只是救急复发，并无大碍，不必劳烦官府查案了。头，查到了。糟了！头，查到了，壶内残有样墨，确是绝子药。此药阴毒，茶壶。大人，我刚就觉得有些异常，它绝非凌烟阁之物。是你，定是你嫉妒我家夫人家得良人，心生怨恨，才用如此下作的手段害她。呸！你恶人先告状！这茶壶自始至终都是你拿的，要说嫌疑，就你最大。怀疑我？怎么办？茶壶的确一直在我手里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不是我，跟我没关系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是你在给林氏灌茶水，而这绝子药就在茶水里。我不知道里面有药，是他，是这个贱婢，是他提出来要给表嫂灌茶水。官爷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陆夫人和我家夫人都喝了茶水，唯有容姑娘一滴未沾，她肯定是事先就知道茶水里面有药。你这贱婢，你竟敢污蔑我！你这贱婢！故事子道。
顾世子到。他怎么会来？大表哥，大表哥，春岛那个贱人他污蔑我。世子明鉴，世子明鉴。这是证物吗？禀世子，此壶内查出绝子药，都有谁碰过？倒茶的是婢女春桃，喝茶水的是林氏，还有陆姑娘。溥仪，世子为陆姑娘诊脉。是。对呀，陆昭宁也喝过那茶水，我竟然忘了确认她是否中药。回世子，陆姑娘只是略有酒意上行，并无大碍。有劳诸位了。此案牵扯到侯府内眷，便交由侯府自行处置。我等先行告退。钱捕头，今日之事不可向外透露。明白。来人，把荣姑娘、春桃给我押回侯府，分别看管。没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许探视。是，世子。请。把你家小姐扶到隔壁厢房，稍作歇息。嗯。世子，把这茶壶拿去查验一下。是。将军，产房血腥，你不能进。滚开！说，夫人怎么样了？说。回将军，那绝子药比普通的堕胎药还要凶猛，那一剂药下去，非但孩子保不住，尊夫人以后恐怕再也不能生育了。这不是真的。将军饶命啊！我已经尽力了。那是绝子药啊，普通女子尚且受不住，何况是孕妇啊！将军饶命啊！滚！我让你们滚！是。绝子药到底是谁下的？那人不止害死我千盼万盼的孩儿，还害了婉清的余生。此事我绝不罢休。不必多礼。是要回府吗？是。来人，备车，送陆姑娘回府。我们的马车就跟在后面。是。一见婚事，安全为上。是。世子爷就一直等着小姐出来，这人还怪好的呢。
他一路默默护送，于情于理，我该去道声谢。今日之事，谢过世子。今日之事，荣欣欣头脑简单，不可能下毒。掌控药壶的是春桃，但春桃没有理由，更不可能会谋害自己家的主人。所以今日之举，唯一的目标就是你。竟是这样的。春桃不会弄错顺序，唯一可能是有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动了手脚。此人只有可能是你们三人：春桃、林婉晴，还有你。除去不知情无理由者，剩下的就是真相。世子怀疑是我下的毒吗？下药之人与林婉晴中药之事是两件案子，两个选择。你若是想亲自查个水落石出，我便去帮你找寻证据。那第二个呢？回府歇息，后续的一切交给我。此事虽因我而起，但因牵涉相府、侯府的内务事，你与荣氏也是表亲，我身为当事人，说话自然没什么信服力，所以此事交由世子处理更为妥当。进去吧。多谢世子。小姐，世子没有为难您吧？没有，内壶出自平江坊。什么？他们竟然从平江坊买回来害您？平江坊可是陆家暗中所投的产业，专营机关物件，这简直就是自投罗网嘛！可是即便我有铁证如山的证据，林婉晴背后依靠的是相府和侯府，依然无法撼动。那难道就让他们逍遥法外？这次不行，定还有下次。所以我将此事交由了世子处置。他若想查，真相就在那里；他若不想，或时机未到，我们强求也无用。走吧。是，小姐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你别气坏身子，都怪我，是我没保护好你们。我们的孩子是枉死的，夫君，你要为他报仇。是陆章宁和荣欣欣，他们嫌疑最大，绝不能放过他们。不是他们，真正凶手是春桃。昨日兄长亲自审理，铁证如山，他无从抵赖。你说什么？春桃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兄长已经查清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但真相就是如此。他们怎么可能查到春桃头上？等等，春桃暴露了，但我这个主子还能清白呢。夫君，为何会变成这样？春桃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待她如亲姐妹，她为何要害我呀？必须让她坚信我是全然无辜的。我就知道你定然不知情。婉清如此善良，怎会有人忍心伤害她？为何要这样对我？我若是有什么对不住她的地方，她冲我来便是。为何要害我的孩子？我的孩子！春桃这蠢货把我害成这样，千刀万剐都不解恨。夫君，春桃现在何处？我要亲自去问她，问她为何要这样做。切莫伤了身子。
春桃现已被关押，但父亲的意思是，他终究是你的人，如何处置，还要听你的意思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他，即刻送他回相府。好，任凭父亲处置。绝对不能让这贱婢留在侯府开口说话。好，都依你，我即刻就去置办。就算凶手真是春桃，晚清在凌烟阁出事，陆兆宁脱不了干系。顾将军深夜擅闯我陆府内宅，这不合规矩吧？陆兆宁，你给我滚出来！陆兆宁，我夫人好好的，为何到了你凌烟阁就出事了？说，是不是他陆兆宁买通春桃下毒？你给我滚！老夫从前真是看错你了。哼！你现在立刻让他给我滚出来！今日我夫人受的苦，我必将要他加倍偿还。来人！大人，速去中永侯府，请世子爷。是。好，好，正好，让我兄长瞧瞧你们这对父母的真面目。兄长，你来的正好。今日婉西在凌烟阁中毒，这事与陆兆宁脱不了干系。我来找他们理论，他陆府还纵谋行凶。证据呢？我兄长，春子会无缘无故害满心，这定是陆兆宁为了报复，买通春桃下毒。兄长，你不信我？陆兆宁这人我最了解。他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耍惯了手段。你若是娶她，你如此说，皆是推测，无凭无据了。世子，莫听他瞎说。我女儿品性纯良，方才污言秽语你也听见了。若是今日世子不能给我一个交代，陆老爷，给我一盏茶的时间。我必给您一个交代。好，我姑且信世子，但若这交代不能令我满意，我会亲自解决。毕竟，我不想再闻污言，坏我女儿清誉。是，随我来。兄长，我绝非虚言，这陆兆宁是为了攀高枝才偷摸救的你，此人心思深沉，绝非良配。你娶她必后悔，不如借他凌烟阁出赝品一事退婚。想必皇上那边……唐渊，为兄早就教过你，祸从口出。我避开二公子的脸。是。你要做甚？二公子得罪了。想到他，就和兄长亲近不起来，在我心里，我敬他、怕他，更恨他，恨他病殃殃，却稳坐世子之位，恨他不近人情，里外不分，更恨他无论我怎么争都争不过他，理永远都在他那儿。唐渊，你错有三，不该吃着碗里，瞧着锅里，这个习惯不好。
中永侯府的名誉容不得玷污。记住了，陆氏早已不是你的妻，以后她是你长嫂，对你长嫂恭敬些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抗旨不遵，藐视皇恩。其三，便是你识人不清。明眼人都能看得出，林婉熙她并不无辜。为这3错，为兄罚你，你可有异议？没有。去，给陆老爷赔个不是，再打点好你带来的那些人。今夜之事，若是传出去一个字，你知道后果。是，兄长。世子，二公子，你们这……陆老爷，今日是我鲁莽了，因夫人中毒，关心则乱，误会了陆公，抱歉。我在此向您赔罪。二公子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世子这是……陆老爷，设的有错，理当如此。若是陆老爷还不满意的话，满意，太满意了，太吓人了！哎呀，二公子，快请起，快请起啊！顾长渊就这么给老爷跪下了，真没想到是这种结果。这便是兄长对弟弟的谆谆教诲。世子他温和耐心，定是以理服人。更何况当年世子舌战群儒，勇退3军，这也不奇怪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夜深了，您早些歇息吧。歇息？顾长渊都找来了，只怕是有人不想让我安枕。小姐担心的是林婉晴，她在凌烟阁折了孩子，绝了生育指望。我让她颜面尽失，她又岂会善罢甘休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坐以待毙自然是不能的，与其整日提防，倒不如主动掌控。阿曼，小姐，你从顾家老太太留给我的500精锐里挑出几个机灵的，暗中监视林婉晴和相府的一举一动。是，小姐，奴婢明白。林婉晴，你我本无仇怨，但你非得步步相逼。你若还是想玩火，我不介意给你添柴，只是这火最终会烧到谁，可就由不得你了。世子，少东家就在里面。世子。是。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春桃受到惩治。至于林氏的话，其实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即便明知春桃背后是林婉晴授意，侯府也不可能驱赶林婉晴。何况我左右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，不是吗？事已至此，你可还有什么要求？确有一件，我希望荣欣欣能够亲口澄清赝品的事情。此事倒是不难。谢过世子。陆氏，你可以怪我。我为何要怪世子？春桃已经交代，是受林婉晴指使，但这份供词我并未拿出来。他有证据证明林婉晴是主谋，却压下了。
虽知他是为了侯府颜面，我还是有些失望。现在，这份供词给你，是给你的交代。至于什么时候用，想什么时候用，由你自己决定。即使把林婉晴推出去，我也会成为众矢之的。相府头一个不会放过我。其实，真相如何，并不重要，我都明白。文婉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是不是只要说那赝品不是凌烟阁的就行了？当然。要不是看在世子表哥的面子上，我才不来呢，丢死人了。今日市面上出现凌烟阁的仿制赝品，我们少东家那是深受其扰。今日呢，特意请来这位荣姑娘，她有话对大家说。可恶，陆兆宁故意让我丢脸！完了完了，这么多人！凌烟阁不卖赝品，是我误会了。哎，我都照做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别欺人太甚！各位街坊四邻，我是凌烟阁少东家，这位啊，那是荣府的千金。前几日荣姑娘对我们凌烟阁有误会，觉得我们卖赝品，还拿着仿制品来质问。可是官府明察，已经抓到了赝品的真凶。今日荣姑娘主动来为我们凌烟阁证明，实乃是正义之举。我代表凌烟阁上下感谢荣姑娘。荣姑娘年纪虽小，却胆识颇深嘛。是啊，小小年纪居然敢站在商户这边说话，真是难得呀，难得。对，荣姑娘真是女中豪杰啊！啊，不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陆超宁到底想干什么？今日荣姑娘前来，不只是要为我们凌烟阁证明，更是要代表荣府抵制这种赝品。所以今后如果再出现赝品事件，不只是针对凌烟阁，更是跟荣府作对。荣姑娘，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？对，我们荣府绝不容忍赝品。好。爹娘，都说陆昭宁精于算计，这次他可栽了。他想让我当众出丑，反给我长了脸。现在啊，外面的人都夸我仗义直言，是女装豪杰呢。哼，还敢沾沾自喜，你可知闯下多大祸事？爹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还不知错？老子是皇城市属令，主管商品交易，度量衡器，商品真伪。那些个商贾想托我办事，疏通关系，那得费多少周折，给多少好处。你可倒好，你白白便宜了那凌烟阁。欣欣，商户皆看你父亲的脸色，凌烟阁利用了你，逼你父亲不得不做他的靠山。原来陆超宁说代表荣府，是挖坑给我爹啊！爹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是陆昭宁，我被他算计了。我一个小小商贾妇人，居然欺负到我荣家头上。老爷，临安阁的掌柜陆老板来了，还带了几个人。他还敢来我荣府，让他进来。是。晚辈见过荣大人。陆老板是吧？你卖赝品骗了欣欣，还敢登门？荣姑娘来我凌烟阁，说我们卖赝品，属实是冤枉我。这个
是顾世子给我的春桃供词，上面记载的很清楚，春桃奉命仿制了那只镯子，事后送给了荣姑娘，并非是林婉熙恰巧买到赝品，而是她刻意为之，做局陷害，欺骗了荣姑娘的是林婉熙，而非林荣阁。竟是林婉熙吗？她怎么敢？不过还有桩趣事，在调查赝品镯子之际，我们查到了一个新窝点。这个窝点专门制造赝品，而他们仿制的正是我嫁妆中的物件。竟能如此巧合吗？市属令主管商品真伪，这件事情，荣大人，您看怎么办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把刚刚说过的话再同荣大人讲一遍。是，1年前有人陆续找到我们，让我们照着几幅画、几件瓷器打造一模一样的赝品。我们做好了，他就给了我们很多的钱。对，东西做好之后，有人过来取走。这些工匠制作的赝品，正是仿制我失窃的那些嫁妆真品，而我嫁妆的真品，全部经由钟永侯夫人，也便是我的前婆母之手流入荣府。这些账目都有出入凭证，您可以查看。血口喷人，谁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伪造的？荣夫人若是不信，大可以请官府过来查。如今我人证物证俱全，可以随时移交官府。不过到时荣大人作为市属令，监守自盗，纵容亲属侵吞商贾财产，收受贿赂，这些罪名可就……父亲和姑母怎么会？怎么如此不小心啊？还给人留下了把柄。这个陆氏什么时候搜集了这么多证据？新兴的死丫头净给我闯祸，怎么能招惹了她？陆老板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想那20万金，您悉数奉还。20万？我现在手里最多能拿出5万。我知道您有800亩良田，这些加起来，约莫可算个10万钱。那可是我家祖传的田产，怎可能卖？不是卖，是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若是大人不愿，那我只能告到官府，请官府做主。你欺人太甚！绝不能报官。好，那就暂时把田产抵押给你。既然您是诚心弥补，那我绝对不会报官的，还会替您保守秘密，绝不叫外人知道，包括钟永侯府。这些钱啊，您不用着急，慢慢还我。毕竟若此事传出去，钟永侯便会知道侯府的当家主母偷了儿媳的钱去填补娘家，此事有损两家颜面，荣大人自然不会声张。哦，对了，那以后我们陆家的生意就要劳您多关照了。照顾，还是给陆家开后门？这陆昭宁简直趁火打劫，坏得很。还有这些积攒了多日的批文，劳您顺道一块签了吧。你得寸进尺！我陆家的生意近来受阻，多着是因为官府迟迟不肯发批文，想必是大人公务繁忙，忙忘了。那还不是上头有令，不给陆家批文？晚辈谢过大人，告辞。我竟毁在一个小小的商贾之女手上。林丞相暗中使绊子，陆家生意受阻，有了这些批文。
你这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啊？父亲不是着急卸货吗？现在可以去了。慢些，小姐，老爷是真着急呀。货物压了这么久，每拖一分就多一分损失，父亲可不得跑快点。小姐这事儿办得好，有了荣家做担保，丞相就算想要为难陆家，也能一一化解了，还多了800多亩田产，那可比真金白银还要金贵些呢。我们陆家的钱财，也不是那般好拿的。对，拿我们1分，就要10倍奉还。给他买补品。婉晴已经服下绝子药，怎么可能还能治好？就算可以，那也是个无底洞，让侯府家财万贯吗？母亲，婉晴身子弱，需要补品这事你也是知道的，怎么还需要我来提醒您呢？你觉得我苛待他了？他说的，害人反害己的东西，怎么有脸向长渊告状的？母亲，婉晴向来贤淑纯良，受了委屈都是默默承受的。我是近日看她脸色不太好，问了丫鬟才知道，她进补的东西少之又少。他想吃补品，就用他自己的钱去买，侯府可没那么多银子给他挥霍。母亲，你怎么能让他动用自己的嫁妆呢？嫁妆？哼，你不说我倒是忘了，他可是有24台嫁妆，还不够买补品的吗？母亲，婉晴也是您的儿媳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能这么精明算计呢？你给我滚！死老太婆，攥着那点银子去死吧！夫人，小心隔墙有耳。怕什么？最可恨的就是陆昭宁那个贱人，是他把我害成如今这样，他却可以风风光光的嫁给世子，凭什么？锦绣，你明日回趟相府，让父亲借我几个得力的探子，要机敏可靠的去细查陆家，尤其是他们生意上的往来。是，夫人。之前是我太冲动，我就不信陆家的生意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只要拿着陆家的软肋，陆昭宁就不敢跟我作对。小姐，林婉晴那边有动静了。哑巴传来消息说，林婉晴最近在查陆家生意往来的底细，想要抓我们的错处。小姐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阻止啊！风不止，却又如何能令树静呢？阻止与心虚逃避无异，反倒会使那林婉晴更加起劲。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吧？这父女俩真是一天到晚找事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这生意场上的事情，没人抓个把柄，那可太容易了。哦，小姐，我是说错什么了吗？没有，你说的极好。既然他林婉晴想查，那便让他查。不过他能查到什么，得由我们说了算。福儿过来。林婉晴，还要多谢你帮我递这把刀。这一次，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夫人，我让人查陆家，探子那边来消息了。陆家果然有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还是天大的事儿。快说，究竟是什么事儿？探子查到，上次平潭之战，陆家竟暗中向敌军运送粮草，这可是通敌叛国呀！此事当真，不是道听途说。千真万确，探子已经查到了他们与敌国的交易明细，错不了。只不过还需要耗费一些时日，找到敌国的细作当人证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指认陆家了。这事要是真的，
陆家就完了。夫君，今日累不累啊？坐。还好，你呢？最近身材还好吧？有劳夫君挂心，好多了。对了，夫君，上次平潭一战，我听人说，敌军的粮草到得很及时啊。上次一战，两军相持，敌军粮草先到，我军的迟迟未到。那打仗的话，会有商贩勾结敌军吗？当然有，这可是暴利，不少商贩就以此发家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就是好奇夫君是怎么打胜仗的。多亏了岳丈、林丞相的帮衬，幸好粮草及时赶到，要不然我军就悬了。难怪陆家那么有钱，原来是做这种生意。陆昭宁，你休想嫁进侯府做世子夫人，这次我要你和整个陆家万劫不复。世子夫人这模样，放眼整个皇城都找不出第二个。我家小姐本就是美艳动人，平日里素面朝天的倾城，今日这精致妆容更是千娇百媚。筹谋许久，这一步终于还是走到了。时辰快到了，世子夫人放宽心，好日子啊在后头呢。怎么还没消息？夫人，人证物证都齐了，陆家这次绝对跑不掉了。快备马车，我要去相府。二哥，陆家通敌叛国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他们赖不掉了。陆昭宁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即刻进宫禀明皇上。此事关系重大，确认无误了吗？回二公子，现有证据表明，确实指向陆家，他们高价向敌国出售了一批粮草。不能再耽搁了，再等下去，陆昭宁就要当侯府的世子夫人了。此事非同小可，是否等父亲回府再定夺呀？不行，父亲出城办差，这一来一回，至少要明早，根本来不及。二哥，不能再等了。好，我收拾一下，这就进宫面圣。陆昭宁，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。混账！这陆家包藏祸心，其心可诛。来人，速传朕旨意，命大理寺卿李贺即刻接手审查此案，给朕查个水落石出。是，朕绝不允许一个身份通敌嫌疑之人与侯府结亲，更不允许此等祸患去玷污朕所看重的古宫之臣。遵旨，奴才立刻去传旨。哼，说的是，这酒怕是价值不菲呀。陆昭宁终究还是嫁给了兄长，成为了我的嫂嫂，荒唐！兄长为报恩情做到这份上，难道不觉得膈应吗？二哥该见到皇上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捉拿陆家的人呢？表哥穿喜袍真俊，陆昭宁根本不配。若我懂医术，若救表哥的是我也能和表哥拜堂。吉时到，新人入场。
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且慢！皇上有令，婚礼终止。皇上有令，婚礼终止。怎么回事？这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终止婚礼啊？大理寺办案。贱人，你陆家要完了！陆家勾结外敌，带走。什么？勾结外敌是要诉九族的，幸好还没拜完堂，否则侯府都要被牵连。李大人，我没干过，定是有人构陷于我。有没有？一查便知。李大人，恒儿，让李大人把事情查清楚。通敌可不是小事情啊！贤婿，你要信我。李大人，大礼已成，我与昭宁已是夫妻。陆家之事，我亦有责。待我向宾客说明情况，我便陪同岳丈前往大理寺配合调查。贤婿，你恒儿，这种时候应该退婚自保啊！罪证确凿，他竟还要护着陆家，表哥是疯了吗？为什么现在还要认这门亲？世子，我也是听命行事，耽误不得。带走。且慢。李大人，且慢。通敌叛国也有很多种，敢问我陆家犯的是哪一种？死到临头还嘴硬。1年前，平潭之战，陆家暗中向袁国运粮谋利，商人重利至此，竟敢叛国！你怎能如此？那批粮草，若未到时会全军覆没的。你在那时还想着钱，简直是罪该万死！夫君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那件事儿啊。好像有那么个事儿。陆向天，你居然敢承认！恒儿，这种女人你还敢娶？李大人，把他们带走！赶紧带下去，别祸害旁人。敢问李大人，可有证据？袁国细作口供，陆家出货账户皆有陆向天的私印，查证属实。证据确凿，陆家完了。若去大理寺，凭陆家财力或能疏通，少受些罪，当众对质。一旦坐实，便无转圜，除非另有隐情。唉，本想藏着隐瞒，还是被你查出来了。你既认罪，我认。李大人，请您禀明皇上，这件事儿是我干的。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通敌犯。李大人，是有此事，不过你跟你父亲一样是卖国贼，不配进侯府。陆昭宁，本以为你只是善妒，没想到你竟然纵容你父亲叛国，我真是瞎了眼。李大人，卖粮给袁国的事，奴婢知情，奴婢可以作证。疯了，都疯了！这不是一心求死？这就认罪了，应该多受些皮肉吃苦才对。把他们都带走。李大人，别急呀。诸位，我这就说出真相。诸位，我这就说出真相。我确实啊，给袁国送过粮草，但是我给里面掺了，官女儿，我给里面掺了什么来着？山茄花枝。哎，对，
山茄花枝，哎，这是好东西啊，这能让人昏昏沉沉，手脚无力。这不可能！我是说，这太古怪了，袁国人怎么会这么蠢？可有凭证？李大人，听闻我军最近抓捕了不少袁国首领和战俘，留在京中待审，不如前去问一问他们。另外，我也会让父亲找到当年的票据。临危不乱，思绪清晰，看来世子不是随意去的陆氏。李大人，如果陆家所言属实，不如禀报皇上，这并非通敌叛国，而是护国有功。世子言之有理。真是灾星，每回都惹事。陆向天说的会是真的吗？亲家，别担心，我做事光明磊落。谁跟你是亲家？闭嘴吧！李婉清，你这会儿多自在，多嚣张，事后你就会有多后悔。阿蛮，把夫人带到跨院去休息。阿蛮，把夫人带到跨院去休息。是，世子爷。比起他那遇事只知愤怒或退缩的弟弟，这位世子的确更懂得何为责任与担当。原以为是空话，看来他言出必行。嫁给这样的男人，即便得不到真心，也没那么难以接受。世子都叫小姐夫人了，管侯爷老夫人认不认？世子有担当，已认下了。女子大多极看重婚礼规矩，喜怕须由丈夫亲手揭开，寓意美满。她倒好，如此胆大妄为，自行陷了。喜婆，再备一件新的喜帕来。是。圣旨到！哎呀，圣旨到了！快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正听闻此案有变，十分重视，命李贺1个时辰内审问战俘，查清陆家是否通敌。钦此。臣遵旨。李大人，皇上还有一道口谕，这不管陆家最后如何，这陆姑娘可都是皇上赐婚的世子夫人。皇上听闻是陆姑娘皆怕据理力争，大夸她有胆识，且陆家敢说自己清白，十有八九是真的无辜。皇上正好借此机会大行恩典。怎么会这样？皇上居然认定陆昭宁做世子夫人，我岂不是白忙一场？夫人，李大人审查结果出来了，请您去正厅。知道了。小姐别担心，一定没事的。据袁国战俘供述，陆家送往袁国的粮草确有问题，其中掺了山茄花枝浸泡的食物，被袁军食用之后浑身乏力，这说明陆家确非投敌，实在是有功。竟是误会，陆家这次立了大功啊！幸亏查清了，不然真是天大的冤屈啊！怎么会是真的？山茄花枝怎么可能？我就说嘛，亲家，这通敌叛国的事儿，我绝对不会干的。这下你该放心了吧？陆伯父，此前我秦旭啊，既然这事儿已经解决了，那么你和昭宁夫妻对拜，入洞房吧。啊！等一下，陆伯父，既然您送往袁国的粮草有问题，那为何不早说，早点向朝廷说明呢？对啊，正常人早就去邀功了，陆家却藏着掖着，分明是心中有鬼。
这其中肯定有古怪。对，隐瞒必有隐情。常渊说的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提醒他要顾。我何时得罪过你？你却如此苦苦相逼。当初我待你如亲儿，你却巴不得我死，白眼狼。李大人，我乃后宅妇人，倘若有什么话说的不对，还请您见谅。但是陆向天倘若真的通敌，那些战俘便是同伙，定会帮他开脱，不是吗？母亲，慎言，切莫质疑大理寺办案。顾夫人，您这是在质疑本官的办案能力啊！不敢，只是贼人太过狡猾，不得不谨慎。何况要做亲家，总得确定清白。李大人，在你审问战俘的时候，想必还知晓了别的事情。我就说有问题，李大人，你可不能包庇。先住口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陆老爷，此事查清楚，大家心里才没有芥蒂，这也是为了招您好。没错，此事应该解释清楚。只怕是说不清道不明，否则有什么不敢说的呢？父亲，既然他们如此想知道，不妨就告诉他们吧。此事确实没有什么隐情，在侯府这2年，我对你们尽心相待，却终究没有被当作一家人。商户之女，再如何也入不了你们的眼。好，我说，我之所以隐瞒此事，迟迟没有上报朝廷，是因为此事与顾将军有莫大的关系。你说什么？与我有何干？陆向天，你竟敢攀咬我儿！李大人，此案定是没有查清楚，快将他带回大理寺，免得他继续重伤他人。顾将军，陆向天此言非虚，此事也是与你有重大关系。与我有何关？我父亲所言，句句属实。当初2国交战，元国切断我2国运粮通道，朝廷的军粮迟迟无法运送到前线，是我们陆家借行商之便，冒充敌国商人，假意给元国送粮。实则粮食分为2批，第一批送往元国，而第2批送往了梁国军营。难道当初我军在绝境中突然收到了那批救命粮，就是陆家送的？这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确实如此，陆家当初运送了2批粮草，一批有药的运送到了元国，一批普通的粮草运到了梁国大营，正是顾将军手中的那一批。元国曾拦截未果，这也是为何元国的粮草先到，我军迟了2、3日。我一直鄙夷轻视，甚至认为妻女配不上我的商贾，就是我全军将士的恩人，更是我顾长渊的恩人。不，这让我如何能信？这与你父亲隐瞒有什么关系？既立了功，又为何要藏着？你为何不早说？为何不早早言明？顾将军，不是所有人都贪图军功封赏。当时之所以瞒下此事，一则是因为如此行事怕遭来敌国的报复，所以我们不想节外生枝。没曾想，没有等到元国的报复，如今却被攀咬诬陷为通敌。2是因为彼时你是我夫君，我的父亲不想抢夺你的战功，他只怕你青云直上，这就是真相。陆姑娘是被逼急了才说的。顾将军这事办的，老丈人暗中替他铺路，他竟然全然不知，还这般质疑。若粮草是陆家送的，那我一直以为的恩人林丞相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没扳倒陆家，反倒让他们立了功，该死！陆兄大义，方才多有得罪，望海涵，我自罚一杯，赔个不是。
陆家危急时刻出力却不争功，佩服佩服。无妨无妨，诸位受惊了，吃好喝好啊，吃好喝好。我亲家说的对，本侯敬诸位一杯。打扰世子新婚，请见谅。下官还要去向皇上复命，先行告辞。祝二位百年好合，鸾凤和鸣。李大人公务繁忙，辛苦。多谢大人费心，还我陆家清白。只是林婉晴送我新婚大礼，我总得礼尚往来，为商者最忌吃亏。多谢大人费心，陆家方能洗冤。只是有些话，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陆姑娘，但说无妨啊。当初敌国虽切断我国运粮通道，但只要有心，总有法子。我们陆家作为商贾之家，都能想到办法，而那些在朝为官的，想必该更有办法才对。看似温顺娴静，实则暗藏刀锋。他本就是睚眦必报的性子。粮草受阻，阻碍不仅来自元国，还有大梁国内的阴谋算计。李大人，看来陆家受冤一事牵扯出了暗中暗。小王爷提醒的是，本官定会向皇上请命，彻查粮草一案。他为什么笑？不对劲。诸位告辞。父亲，既然陆家已经沉冤昭雪，那我与昭宁的婚礼是否可以继续？当然应该继续。好，父亲，父亲，这时候插话，难道还在怀疑陆家？太拎不清了。夫君，那批粮草真的是陆家所送吗？是。陆昭宁，那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否真的心甘情愿嫁与我兄长？常渊，你放肆！混账！这种场合说这种话，侯府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他什么意思？他看狰狞的眼神。他竟会当众问这种话，将侯府颜面、皇上赐婚置于何地？陆家已挣得清白，常渊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没看着常渊喝糊涂了吗？不快将他扶回房间休息！常渊，我们回兰苑吧。抱歉，父亲、母亲、兄长，还有陆姑娘。方才的确是我喝多了，疑心陆家，才不想你嫁与兄长。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陆昭宁，即便我不愿承认，对陆家对你，我却有太多误解亏欠。如今竟只能借着酒醉犯错的名义来致歉，可道歉又有什么用？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世子夫人，吉时不可误，请您重新盖帕，完成大礼。他竟细心至此，连喜帕都备了新的。夫妻对拜。好，真好。哎呀，好，真好。
张宁，你我虽已成婚，但你仍是自由身。你为了报复长渊走到这一步，我知道你的不甘，但我也自愧，不能给你再多。若你以后反悔了，我便会与你自由之身。落子无悔，何况是皇上的赐婚，我也会从一而终，谨守世子夫人的本分。世子也不用担心我会向你求什么，从始至终我想要的都是世子夫人的位置。如果以后世子遇到心仪的女子，我亦可为你纳妾。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想过纳妾，只要你不做出令侯府蒙羞之事，我便会做好一个丈夫的职责，成为你的终身庇护。昭霓，感念世子。要喝吗？自然。往后沈嬷嬷会照看你的起居，你有什么需要，可以直接与我言明。恭送世子。这一晚总算有惊无险，就是不知道林婉晴那边是什么情况。夫君，我先问你，你是否早已知晓，当初为我军送救命粮草的是陆家，而非你父亲林丞相？夫君，我只是一个山宅妇人，怎会知晓前线之事？不知道。那你怎么不曾在我多次感恩林丞相对我恩德时，也说不知道？多亏了岳丈、林丞相的帮衬，幸好粮草及时赶到，要不然我军就悬了。你怪我？你以为我是有意欺瞒于你，故意抢占陆家的功劳？我一直错怪了他。我说他和陆家唯利是图，满心算计，却不知真正算计、真正唯利是图的就在眼前。是我眼盲心瞎。夫君，夫君，你替我解释。糟了，夫君都知道了。陆昭霓，你为什么害我？对不起，昭宁，是我错过了你。夫人，皇上昨夜赏了陆昭宁一盒极品南海明珠。我让二哥去告御状，本想将陆家置于死地，结果让陆家成了有功之臣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还有一事，相爷今早回府了，他让您立刻回娘家一趟。糟了，父亲肯定也知道。
父亲，父亲，都是他让我入宫的。我本来想向你禀告，都是他。父亲，把二公子拖下去。父亲，都是他害我呀！这个蠢妇，都是因为他。跪下！父亲，我就是想出的陆家，这句雀槽我才让二哥进宫的。皇上因为陆家要彻查粮草一案，林婉清啊，林婉清，你简直蠢笨肉猪！就是因为你的愚蠢，整个相府都被你牵连了。废物！我念你是我女儿，替你谋划，可你呢？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损事！陆家的死活与你何干？你这个讨债鬼，该死的东西！父亲，二哥会没事的，夏父也会没事的，我没有冤枉陆家。没事，粮草迟迟运不到前线，是我暗中策划，先送到你大哥的神武营。若不是陆家动了手脚，帮了顾长渊，立了战功的是你大哥。这件事皇上都没有发现，可你倒好，全给我捅了出去了。你就说你该不该死？我都做了什么？粮草案的主谋居然是父亲，我害人不成，反倒把自己和相府都搭进去了。陆长，你这个贱人！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你故意的！朕料到，这粮草贪墨一案牵扯的官员远不止一两个。原本朕只想敲山震虎，略施惩戒，但没有想到牵扯的官员如此之多，竟将手伸进了军粮之中。还未查到幕后之人，并且臣怀疑此次平潭一战与当初漠北一战的粮草贪污案有牵扯，也就是江家那桩案子。既如此，此案朕全权交予你，继续审理。臣遵旨。夫人，世子回来了，已到前院，您快到院门外迎接吧。据说沈嬷嬷是人静院的老嬷嬷，打小就照顾世子的起居，在这院里说话有些分量，往后怕是要留心些。府中多了位女主人，倒是忘了我已经成婚，以后无需如此行这些虚礼。世子，礼不可废。人静院分为好几个住所，成婚后，世子没让我住在林婉晴住过的听雨轩，而是将我安置在与她月华轩一墙之隔的香雪院。陆氏，你早知平潭一战背后有人操控吗？你早知平潭一战背后有人操控吗？是。是谁？据我查到的线索，是林丞相。世子，可信我说的？所以，你才借着大婚当日，挑起粮草案的疑点，好让皇上彻查。难怪林丞相这段时间对你陆家的生意百般刁难，你担心早晚会查到你陆家输送粮草，便先发制人。您猜得不错，即便如此，
我仍不敢告发丞相。既如此，我会重新回到刑部接手此案。这次，皇上彻查粮草案，归根结底，皆是因为你陆家而起，狗急跳墙，兔急咬人。更何况是林丞相，你和岳丈当小心行事。世子，我明白了。哼，是我多虑了。谁是那咬人的兔子，还犹未可知。我何时会咬人了？不过，他说要回刑部查粮草案，倒是件好事。世子，查清楚了，你之前所中之毒来自宣国。好了，此事不必再查了。是。宣国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别走，别走！阿宁，大哥要去皇城找机会，等大哥出人头地啊，就让你和阿姐过上好日子。我不要好日子，我要大哥平安。好，大哥一定平安回来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别走，别走！如果我当年能阻止你来皇城，是不是一切就会不一样？大哥被人强逼提高，事发后罪名全落在他身上，赤身游街，大城疯癫，张杰为兄闵月也丢了性命。大哥得知此事，疯得更加厉害，最后也死了。当初我嫁进侯府，一是为了安身立命，二是要查出真相，为大哥张杰报仇。我定会查到真凶。世子，需要准备晚膳吗？不必了，让香雪院多备一副碗筷就好。是。恭喜世子重新入职刑部，也祝愿世子早日破获粮草案。即日起，月华轩无需开火。世子，以后都要来香雪院用膳吗？他已经穷到没钱开火了吗？我会每月交10钱的。哦，我并非这个意思。每月1万两，够吗？多少？1万两？他吃的是玉盘珍馐吗？再说，他真的有那么多钱给我？刨除10钱，余下的你收着，作为你的提己，这是我身为丈夫当尽的责任。那你之前怎么没给？快去给世子添汤。此前确实不信任你。他还真是实诚的可以啊。这个月的1万两，我待会儿让阿蛮去取。不必了。账房的钥匙给你，以后这仁静院的账和钱便交由你打理。仁静院的还有账房钥匙，我怎么从未听闻？随我来吧。
你们便守在这儿吧。是。世子深藏不露。嘘，低调。这些是皇城内54间铺子的账目，其余200余间铺子的总账，月底送到。九真阁是你的？望江楼也是？望江楼年力堪比侯府10亿。这一沓是所有备用金与钱票，约30万金。这些是所有田产、宅邸、铺子的地契以及矿山。30万金只是备用，矿山，朝廷禁止私占，与他相比，陆家的资产不过一点点啊。这些父亲母亲可知晓？他们不必知晓。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啊？财富远超陆家，最重要的是，陆家是父亲打拼几十年才有如今的陆家，而世子这个年纪，竟已经富可敌国了。可是，当初公爹欠债10万金，世子却不管不顾。他对亲生父母尚且防范之词，为何对我这个有名无实的妻子却这般放心？还是各管各的吧，这样更清楚。这么多家当，着实不敢接。怎的？还要拿桥？那我可就……别的倒也罢了，那些地契实在是舍不得。但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这人好端端的突然把账交给我管，实在诡异。罢了，账房的钥匙你先拿着，若有急需，从账房支取即可，不必急于拒绝。你若是觉得我有什么企图，你可以核查这些账目以后，确认无误，再决定。我既坦诚相告，便是真心托付。似乎再拒绝就不合礼数了。我怎么敢质疑世子的企图啊？只是担心世子并不信任我。既然世子相信我，那这些账目以后由我管理便是。毕竟这也是世子夫人的职责所在。交给你，我自是放心。乖乖，世子这么多产业，全都给小姐了。其实我也有件事情瞒着世子。说。我们陆家藏着一个秘密。我们本来住在江州，为了隐瞒一些事，这才伪造了身份、关系。我上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。我兄长爱读书，在我10岁那年，他前往皇城，想要寻求科举报国之路。尽管他明知不可，后被逼替考。东窗事发之后，他们将一切的罪责推在了我哥哥身上。我哥哥被逼至疯癫，后来人就没了。皇上重视科举，3令5申，科举之公正，此案非同小可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们想要追查此事，却没有任何的线索。这一切都好像被抹去了，包括我大哥替考的那个人。后来，我和父亲还被人追杀，逼不得已，这才隐姓埋名。如此重要的秘密，你本可以一直瞒着我。是世子的信任，让我敢于说出此事。更何况大婚那日，我陆家被诬通敌叛国，世子亦坚定维护，
今日又将你的身家和盘托出，我有关世子品行高洁，实在是公正廉明之人。既如此，我也向你坦白一件事情。怎么，世子也有秘密吗？你可知我为何要娶你？为何？听说过姜太傅一案吗？是那位卷入粮草贪污案被你亲自调查监斩的姜太傅。不仅如此，那位姜太傅还是世子的恩师。当年此案案情细节被密封在刑部，世人鲜少得知。他当年牵扯的不仅仅是粮草贪污案，还有买官卖官、侵占良田，以及科举替考舞弊案。替考舞弊案可与我哥哥的案子有关？难道害死大哥的凶手是姜太傅？以恩师的地位，想要提拔谁，无需找人替考。那替考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当年我从漠北回来后，便接手了此案。安在我恩师头上的罪行，足足有17条，所有的罪行他都供认不讳，唯独替考案。替考案怎么了？按我恩师的说法，替考舞弊案非他的手笔，但他有一定责任。至于责任为何，他不愿透露。他只跟我说，他对不起那个年轻人，想让我找到他，替他弥补一下。弥补？所以，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娶我的原因。你一早便知道我陆家的底细，知道我大哥是谁，也知你的恩师有可能就是令我家破人亡的人，对吗？这是恩师的遗愿。等我找到你们时，你们已经来到了皇城，彼时我打探你们所需，得知陆老爷在为你相看人家，想要高价，所以原来我与顾长渊的婚事都是你有意促成的，难怪当初公爹欠款10万金，世子明明有能力帮忙还清欠款，却不出手，原因仅在这。你一直没提，我以为你们已经忘了此案，重新生活。我的家因此支离破碎，我的亲人因此丧命，我怎么可能忘记？如今循着粮草案，已经查到了林丞相，相信不久，真相便会知晓。所以，世子你怀疑林丞相就是幕后真凶？我恩师一生清廉，绝非贪图享乐之人。他贪污如此巨款，必定是受人胁迫。我早就怀疑林丞相，原本一直在暗中调查。这次借着你们陆家挑起此事，便得以公然调查。这一切竟是这样。夫人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我也不知道。大哥的遗物，我只有这一册字帖，这是大哥从皇城给我带回来的礼物，上面还有大哥的血迹，定是大哥在天之力，让此案终于有了点头绪。今日把大家召集来，是有件要事宣布。我侯府一直无所出，这令我愧对顾家的列祖列宗，故此我决定，从即日起，若长房再无动静，我便纳妾。妾室将来生的儿子，照样可以继承我侯府的爵位。侯爷，你说什么？
父亲，您为了逼我纳妾，竟行此下策。我何时逼你？你不愿纳妾，我纳妾还不行吗？难不成要让我侯府断子绝孙不成？军营中还有要事，儿子告退。恒儿，父亲，你可有异议？此事您决定便好。啊，为父也不是逼你们，只是我太想抱孙子了。不过，你还是可以好好调养身体，还是有希望的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？恒儿体弱，林婉晴不能生育，常渊又不肯纳妾，这样下去，真要将侯府拱手让人了吗？公爹这招真是够损的呀！姑爷这事儿做得不妥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为今之计，是你们大房要齐心，无论如何都要把爵位攥在自己人的手里。如今也只能指望常渊了。可是这孩子脾气倔，要他纳妾，他总是推三阻四。光指望常渊一人，还是不够稳妥。要我说，那陆氏也得赶紧还省。陆氏，恒儿的情况你是清楚的。不管恒儿如何，只要陆氏的肚子能有所出，就是为长房续命了。等再过个3年5载，还怕常渊不纳妾？您这是何意呀？怀个孩子还不容易吗？此事我来安排。后日你大哥长孙的周岁宴，人多眼杂，正是机会。你将恒儿和陆氏引到后院东厢房歇息，那屋里的药就足以成事。外头是谁？回禀老太太，不知是哪里来的野猫打翻了花瓶。祖母竟然要给世子表哥下药，我正愁没办法嫁给世子表哥。只要我和陆昭宁一换，那嫁给世子表哥的不就是我了吗？恒儿正在喝药，不能行房，这么勉强他，怕伤了他的身子。不是要恒儿来，是给陆氏找个身强力壮的马夫，迷香催情致幻，让恒儿以为他碰过陆氏，把他放到暖房便是。真有如此万全的药？还不是因为你，我才四处找人打听，可不便宜呢。那陆氏即便怀上了，也是野种，如何能把爵位交给他呀？你糊涂了，我岂会让这爵位落在一个野种的身上？那您的意思是，借陆氏的肚子拖延时间，等常渊想通了，愿意纳妾？常渊这个孩子呀，就是太顺了，不晓得厉害，得逼他一把。你瞧着吧，一旦陆氏怀上孩子，他自己也会着急的。到时候不用你安排，他自己就急着纳妾了。可就这么一回，能怀上吗？那个马夫是我千挑万选的，好善良的很。不少人都见过他的主，10次有9次怀儿子。再说了，如果这次怀不上，你就不会想法子让那个陆氏多来几回。这种事情还用我教你吗？怎会如此体热难耐？夫君，我来陪你可好？过来，快！
演了催情的笑，常渊不会发现，与他欢好另有其人。若非公爹要纳妾，若非我现在急需一个儿子，我绝不会给自己的夫君送女人。成了吗？夫人，奴婢听您的吩咐，一直没敢出声。可将军他怎么了？难不成他发现了？将军他似乎把我认成世子夫人了。你说什么？奴婢不敢妄言。将军他口中所唤的，一直是世子夫人的闺名。原来常渊心里竟一直忘不了那个贱人陆昭宁，我早晚要把你赶出侯府！世子，侯爷，诸位好久不见。诸位大人也是多日不见呐。多日不见，多日不见。能怪我想纳妾，但凡2个儿子能早日给侯府添丁，这开枝散叶的事儿也轮不上我亲自上阵啊。母亲，瞧这孩子生得多俊，你看这眉眼。世子夫人，世子夫人，听说侯爷发话要纳妾，而且若是妾室先生下男丁，未来这侯府的爵位都归他，直接跳过世子和顾将军。这事可是真的？若说公爹想要抱孙子，那自然是真的。但是我夫君和小叔都还在，跳过他们，怎么个跳法？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是他们都在传。既然是传言，自然是当不得真的。夫人何必在这搬弄？你，世子夫人，老夫人的意思，让您去厢房避一避，开席了再过来。曲嬷嬷要带陆昭宁去哪？世子夫人，老夫人也是为了侯府的声誉着想。今儿来的这些人，总想着打听侯府爵位的事儿，老夫人不胜其烦。您第一次参加这种宴会，夫人怕您不会说话，您能避就避吧。来，您随我来。世子夫人，您进去吧，我还要回去伺候老夫人。小姐，侯府来了这么多人，除了你，其他人呢？也不见得他们都能应付得了吧？你不觉得菊嬷嬷今日有些古怪吗？啊？有吗？有吗？她这一路都在与我解释，反而暴露出她的心虚紧张。菊嬷嬷平日里话不多，就算是传达老夫人的意思，也没必要说那么多。小姐，有人。陆昭宁，你是来歇息的吗？不过没有人告诉你，荣府歇息的厢房换到北院了吗？北院？是啊，就是北院。你快去，北院那边空出的房间给他，如此便不会露馅。还不快点，万一世子表哥来了，撞上了怎么办？多谢表小姐指路。小姐，我觉得这荣欣欣也有古怪，方才的那眼珠子滴溜转，一看就没安好心。
北院肯定有什么陷阱。不管他们要做什么，我们避开就是。是小姐。走。老夫人安排妥当了。陆昭宁没回来，去瞧瞧怎么回事。夫人，有人看到世子夫人去东院那边了，想必世子夫人去厢房歇息了。好端端的，怎就累着他？此事必有古怪。婆母和菊嬷嬷鬼鬼祟祟，不行，得去看看。陆昭宁肯定在屋里，那男人难道是奸夫？不对，如果是陆昭宁私通男人，婆母让菊嬷嬷做什么？该死的老太婆，我早该想到的，她一定是在帮陆昭宁建筑。夫人，或许不是您想的那样，都待在一个屋子里，还能做什么？这也不是那老太婆第一次出这种馊主意。她为了阻止宫爹纳妾，那老太婆什么事干不出来？侯府里不好行事，就安排到了荣府。陆昭宁也是藏得住事儿啊，愣是没看出一点马脚。老天有眼，让我抓了个正着，不能让陆昭宁得逞。侯府的爵位，谁都别想跟我争。夫人，即便是真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此事不宜闹大，咱们先回吧。你立刻去喊人过来。夫人，不如就把这件事藏在心里。左右世子夫人怀的也是个野种，拿着这个事情，将来我们也有机会对付他。我今日就要陆昭宁身败名裂，借此机会让这贱人滚出侯府。老夫人，奴婢没找着世子。他不在隔壁吗？奴婢去了好几回，没瞧见，还不赶紧去找！是。大人，借一束。顾大人，江家一案已有眉目。好，你做得很好。江家一案关系到大人的恩师，属下自当竭尽全力。叶大人，你先去歇着。是。世子，我们主仆二人无意偷听，只是恰巧在这里赏景，怕唐突了您与那位大人，所以才暂避。所以，你主仆二人在此偏僻处赏景，恰好无意间听了我的墙角。大致情形确实如此。既如此，景也赏了，墙角也听了，前庭宴席正热闹，可要同去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我实在不习惯与这些贵妇人打交道，在此处躲个清静即可。他善于伪装，又像是不太会伪装的样子。罢了，不愿言说，何必再探究？脖子怎么了？无妨，许是刚刚触碰了草木，有些不适。别抓！阿蛮，你去府外马车处去找石寻，取些膏药。是。多谢世子。
慌慌张张干什么去了？有个男人，他进了世子夫人所在的厢房。夫人怀疑世子夫人她与人私……不，世子夫人并非品行不端直，她应该是为了怀上孩子。为了避免世子夫人酿成大错，夫人让奴婢去告知老夫人。陆昭宁，你竟敢不知廉耻！为了那个病秧子，为了爵位，你竟敢做出这等肮脏下作之事！此事不需要告诉母亲，更不能声张。我去处理即可。是。不是我，还是你能碰他？兄长，不是，我让你偷人，我让你勾引别人。我才是你的男人，你想要孩子，我给你。我去外面守着。怎么了？有虫子。你打算穿成这样回宴客厅吗？先擦药吧。世子夫人她与人苟合，请您快些去看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与人苟合，为了算计我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先是菊嬷嬷、荣欣欣，我已经能避就避，现在连林婉晴也掺和进来，此事非同寻常。你怎么看？不瞒世子，此前菊嬷嬷奉母亲之命让我去东院休息，半路又碰到了荣欣欣，让我去北岸。刚听锦绣说我与男人在东院私会，可见我离开东院后，那里还有人在，而其中一人十有八九就是荣欣欣，且她是自愿前往与对方私会的。至于剩下的真相，我想我得主动点儿，才能探个明白。你想怎么做？请世子即刻派人前往东院，帮我守住那里。怎么还没动静？你喊人了吗？夫人容禀，奴婢恰好碰到世子，就将此事告知了世子。什么？这么说，你只告诉了世子一人，没有告知其他人去捉奸？是，世子让奴婢不要声张，他来处置。夫人，左右世子已经知晓，不如
我们先静观其变，以免惹火烧身。没能让所有人看到陆昭宁的丑态，虽是不快，但你说的也在理。世子处置，陆昭宁的下场只会更惨。夫人，您快看！我们家小姐要见老夫人，否则我们不建议把这事闹大。看来世子已经捉奸在床了。陆昭宁走投无路，来找婆母想法子。陆昭宁这蠢货，以为婆母出面，世子就会吃下这闷亏，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那老婆子不把所有的责任往他身上推就不错了，就像当初对我一样。看来马夫很可能已经把事办了。今日荣府周岁宴，你先称病回侯府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母亲若不解释清楚，我是不会回侯府的。反正，我现在也不怕鱼死网破。左右这事都已经办了，你若是能生个儿子，便能将侯府的爵位承袭下来，对你有利无害。这天大的便宜都叫你给占了，你摆脸色给谁看呢？原来婆母安排人要给我借种，但既然东院里的男人是为我准备的，荣欣欣又是怎么回事？婆母安排这遭，是怕父亲纳妾，将来妾生下来的儿子可以继承爵位，对吗？可是你怎么不事先同我商量商量呢？我还以为我造人算计，要将我赶出侯府。这事做的隐蔽，不会有人发现，你也太多心了。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，不如趁着还有时间，赶紧回去与那马夫多弄几回。母亲，这事您真的算无一策吗？那个马夫，你可与他交代清楚了。这不是你应该操心的，你只要能生个儿子出来，哪怕这个儿子他不是侯府的血脉，也无妨吗？哼，这有什么的？那您就不怕世子知道吗？这件事不可以告诉恒儿。原本有那迷香能让你们夫妻俩以为是彼此，现在出了点岔子，只要你不说，之后的事我可以瞒，恒儿也不会知道真相。倘若你不识抬举，将这件事说了出去，那你就是私会奸夫，与我毫无干系。母亲，您竟想诬陷我？恒儿是我的儿子，你说他会相信谁？起开！你这个毒妇！侯爷！你这个毒妇！侯爷，刚才那些话我们都听见了。你竟然能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情！侯府的血脉岂容你如此乱来？我看你简直就是恶毒至极！侯爷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，我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狡辩不成？恒儿，你要相信我。我有耳可听，这件事情您大错特错。你还有脸让恒儿信你？你也不看看你都对他做了什么！竟然让他的妻子去上一个野男人的床！你是要把我侯府的脸都丢尽吗？我看你就是只顾你自己。是你对不对？你跟侯爷他们说了什么？是你故意把我引到这儿，
刚才的那些话也是你故意引我说的。侯爷，恒儿，你们不能听信他。够了！难不成刚才那些话都是儿媳妇逼你的？我看你真是无可救药。婆母说的没错，是我安排世子和公爹过来的，但也是他咎由自取。我无药可救，那还不是被你逼的？要不是你老糊涂，非要纳妾，还要让妾室的儿子继承侯府，我至于被逼成这样吗？这一切都是你的错，是你让侯府成为笑话。这事怎么能怪我？这论起来，这2个儿子也是你养的不争气，2个没有一个能给我侯府开枝散叶。借主，这样愚蠢的法子，伯母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？你都给我停下！都给我停下！你们这是在闹什么？见过岳母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你不知道他刚才都……行了，我都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我的主意，你要怨就怨我吧。你说这都是您的主意？恒儿，外祖母这么做其实是为了你好。按道理，等你父亲100年，便是你这个世子继承侯府的爵位，但你父亲竟然越过了你，直接把这个爵位拿出来许诺给一个妾室的儿子。他觉得你是活不到他100年，还是早就有了废掉你这个世子的心思。岳母，并非你所说的这样，更况且不管怎么着，也不能让昭宁和马夫，你这是置恒儿于何地呀？恒儿，外祖母实在是没法子，才会如此。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外孙的爵位被一个庶子占了去。想来当初你用战功求娶陆氏，也不会因为她是黄花闺女。母亲这话的意思是陆昭宁不是黄花闺女，即便跟了马夫也无妨。这就有些过了，只怕恒儿听不进去。外祖母，您可知您犯的是唆使奸污良家妇女，按律当劳役1年。恒儿，为了一个女人，还是个已经和马夫有了首尾的女人，恒儿竟然如此狠心。法不容情。外祖母，您是自己去官府坦诚罪行，还是我差人送您去？恒儿，她是你外祖母，这一切也都是为了你好。一把年纪，你真的要把她送官吗？恒儿，外祖母知道你最在乎侯府的名声，我不怕坐牢，就怕事情闹大了，忠永侯府的那些哈杂的事儿，恐怕是藏不住了。这代价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是啊，恒儿，你要想清楚，千万不可因为一时之气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恒儿，此事不必报官了。外祖母，那这件事情，您想怎么办？今日东院未发生任何事情，如何？外祖母，若真正遭遇此事的是您的亲孙女，您也当什么都不曾发生过，让她吃下这哑巴亏，是吗？当然，若牺牲一人换得皆大欢喜，有何不可？婆母没回来，世子也没动静，莫非世子顾及皇上赐婚，
要包庇陆昭宁。勾爹也不见了，糟了，他最重视侯府声誉，肯定会粉饰太平。夫人，夫人，您去哪儿？许氏最爱搬弄是非，此前他要与陆昭宁有过口舌之争，我把私通之事透露给他，他果然比我都积极。这事发生在荣府，让他去揭穿是再好不过的，我可不往前凑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好得很，都这时候了还没完事，简直放荡不知羞。几位夫人，你们都已经开席了，世子夫人还没来，我担心她身体抱恙，特地和几位夫人前来探望。世子夫人没事。放肆！我是荣家三少夫人，我听到东院有人行污秽之事，岂能坐视不理？速速给我让开，否则我就要去请公爹他们过来了。荣家嫂子别生气，这里头肯定不是世子夫人，不晓得是哪个院里的丫鬟。哼，我荣府的丫鬟断然不会行此事。来人，快把院门给我撞开！我看谁敢！快去请母亲。嫁妆一事，老爷在陆昭宁手里栽了大跟头，如今落到我手里，不死也得让他脱层皮。荣夫人，不能进，你会后悔的。哼，我岂会后悔？恳请诸位看在侯府的情面上，千万不要进！快把房门给我撞开，我看看是哪个不知廉耻的。别进去！完了！去请世子夫人出来。啊！怎么如此？西西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快来人，快来人呐！夫君，夫君，你醒醒啊！夫君，都出去，都出去！各位都是我荣府的亲友，今日之事若传出去半个字，就休怪我荣府不顾往日的情分，让你们在皇城毫无立足之地。完了，我捉奸捉到了未出嫁的小姑子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哪里都有林婉清？婉熙，你还不出去？母亲，是程渊，是程渊。哎呀，怎么会是我儿程渊？快把冰箱撤了，再找盆凉水，我醒他们。是。原本安排陆昭宁接种，怎么会害了西西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去找世子来！恒儿，方才你说与人厮混的是你的表妹欣欣，这可是真的？那陆氏呢？父亲，陆氏一直与我在一起，因为被蚊虫叮咬，导致起了红疹，我们便在凉亭坐了一会儿。父亲若是存疑，可找人为他验身。啊，既然有你作证，为父没有什么信不过的。今日之事啊，我晓得是你受了委屈。你外祖母年事已高，难免糊涂。既然陆氏没有事，那你就先带她回府吧。世子，出大事了！荣老太太让你马上过去。是二少爷，屋里的是表小姐和二少爷。你说谁？表小姐和二少爷。混账东西，真是乱了套！
荣家老太太安排的不是个马夫吗？怎会变成顾长渊？此事没这么快结束，可要一同去看看？这个混账东西，阿杂玩意儿！你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来！你，恒儿，世子表哥，是你对不对？一直都是你对不对？不可能是别人的，你们都在骗我！世子一直同我在一起。你胡说！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用了什么诡计，你移花接木，把世子表哥换走了。够了，恒儿，是外祖母对不住你，但欣欣是你的亲表妹，她遭人陷害，你岂能袖手旁观？外祖母为何觉得表妹是被人陷害，而非是她亲自走进这个屋子的？绝无这种可能。这里是给客人准备的厢房，欣欣没事儿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表妹，是这样子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母亲说过，屋里的迷香会让我和世子误认为是彼此。我猜外祖母原本是计划想将我与世子骗到此处，可是未曾想表妹隐约知晓了这个计划，却不知晓还有马夫一事。她心悦于世子，想要取代我，与世子行事，故而将我引开的吧。不，祖母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胡说，他污蔑我，祖母。欣欣这副模样，怕是被陆氏说中了吧？原来这场局是婆母为陆昭宁下的，结果却害了欣欣，这老不死的。但小叔为何出现在此，我实在是想不明白。夫君，是不是有人要害你啊？逆子，你现在装聋作哑，有什么事情现在说清楚。我听下人说，张嫂与人通奸，为了顾及侯府的颜面，打算私下解决。进了这间屋子，我就不受控制。我是畜生，我是畜生，我对不起表妹。夫君，你也是中了药啊！冤孽，冤孽呀！老大媳妇儿与刘家的婚事罢了，欣欣只能嫁给长渊了。祖母，母亲，怎能如此草率？顾长渊已有正妻，欣欣他若是给世子做侧夫人，倒也认了。可做顾长渊的妻，那绝对不行。那你说，你要如何？欣欣和长渊已有夫妻之实，再给他找夫家怕是难了。可我好好的女儿，怎能给人做妾？母亲，总之，欣欣不能做人妾室。做妾，我只做世子表哥的妾，我不要嫁给二表哥，我不要。不做妾，我们欣欣这么好的姑娘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委屈的。那就做长渊的平妻如何呀？平妻？小姑子，你这是诓我呢。说的好听是平妻，其实就是个妾。除非林婉熙做平妻。婉熙不能生养，我女儿欣欣身体康健，谁为正妻？你们好好想想吧。要想平息此事，我女儿欣欣必须做正妻。父亲，母亲。既然如此，就把大舅哥请来，一同商议二人婚事。父亲，不行，我不做平妻。婉熙，你要顾全大局。若要商议此事，那也当去相府把我父亲请来。
最近相府都不与侯府往来，显然是顾忌了入宫的嫡女林秀玉，已将林婉晴视作弃子，不愿再与侯府有任何牵连。今天你就是把皇上请来了，也是这个结果。你不能生养，按照我朝例律，休了你都可以。现在让你做个平妻，你有何不满意啊？原是捉奸陆昭宁，现在却变成我被贬妻为妾，怎么会这样？只能这样了。上次陆昭宁要嫁妆那事，现在还记忆犹新，有他在我都不想过来。不用，我除了世子表哥谁都不嫁，不娶，不娶！给我带下去！是。不娶！严加看管！不娶！我不娶！侯爷，你我去前院商议儿女婚事啊！走。常远，我们来世再做夫妻吧。婉欣，痛！婉欣，本以为常远能像以前那样亲手拦着我的。上了台面的东西已经是平妻了，竟然要死要活的。常渊，浣溪一时接受不了，婚事我与你父亲商量，你先带他回侯府吧。是。走。林婉晴这么一闹，真是适得其反。皇母他们反倒可以肆无忌惮的商议婚事。那既没有尸身与马夫，那脖子那些又是什么？是为了诱骗我说出借种计划，故意为之吧？林婉晴固然诡计多端，这陆昭宁也不遑多让，甚至比林婉晴更阴毒。恒儿，你和昭宁也先回去吧。是。世子方才与那位叶大人谈论江家一案，不知进展如何。所以那会儿，你是真的在偷听？几日前收到消息，恩师留下一个账本，上面记录着粮草贪污案款项明细，依据那账本，可将所有贪污官员一网打尽。所以我托叶大人去寻，如今找到了。竟有这么大的进展吗？林相，刑部那边已经动手了，我们可不能坐以待毙啊！没想到顾恒刚复职就这么大刀阔斧，这才短短几日，竟抓了10多名官员。我亲眼瞧见杨大人被刑部抓走。何止啊，连大理寺李贺都被抓了，这回岂不是动真格的了？都给本相住口！世子真的抓了李贺？嗯，那位李大人看起来挺正直的，怎么也会牵扯粮草贪污？恩师的账本上有李贺的名字，不过此人并非主谋。那就是李贺背后还有人，是林丞相。世子多吃点。混账！朕真是看走眼了，竟没看出李贺亦是贪赃枉法之徒。皇上，李贺现已收押审讯，他虽非幕后主使，但必深受那人信任器重。顾恒，你跟朕说实话，是朕错了吗？皇上自登基以来，拨款增补粮饷，边关胜仗连连，削减赋税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说了这么多，你仍未直面朕的问题。朕降低官员俸禄，错了吗？帝王功过，当由百姓与史书评说。为官者或有怨言，然我大梁4海之内，无人不称颂皇上恩德。可朕难令所有人满意。正因如此，才令李贺这般重臣
心生怨恨，铸此大恶。顾恒，朕把此案全权交于你，无论代价几何，务必揪出所有同谋，纵有千般理由，亦不可畏罪开脱。他所贪的军饷，是我千千万万为大梁抛头颅、洒热血的将士们用命换来的抚恤银，朕不能寒了将士们的心。臣遵旨。哎，那是谁家的夫人啊？长得跟天仙似的。反正不是我家那位。哎，不要胡说，那是世子夫人。哎，世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天色有些晚了，出来迎一迎。见过夫人。夫人是特意来接大人放牙的吗？我是来的不太合适吧？外面风大，先上马车吧。真是般配呀！是啊是啊。风？哪来的风？哦，你为何回来？我不应当来吗？不是不该来，我只在意你为何而来。是府中出了什么事吗？府中无事，是沈嬷嬷觉得我应当来。当然，我本人也是很愿意来的。是好奇刑部审讯的进展吗？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。其实，你不用刻意来刑部，等我回去告诉你，也是一样的。是。晚膳吃过了吗？未曾。沈嬷嬷讲，我应当等等。你是世子夫人，不必事事都听沈嬷嬷的。沈嬷嬷是懂规矩的，毕竟我作为您的夫人，自然应当事事以世子为先。世子，你何鬼迷心窍，罪孽深重，可他都是为了多赚银两，给我家儿子看病，求世子网开一面，容我夫妻共同担责。我愿陪李贺一起送李夫人回家。世子若不同意，我便不起来，求你了，世子。干涉办案，罪加一等。李夫人，不为自己想想，也为李贺想想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他这样的倒是不多了。如果有一日，我也跟李贺一样身陷囹圄，你是选择各自飞，还是像李夫人这般？我自然是。说实话，如果是假话，你知道我能分辨得出来。真话当然是不会陪着他死，但我能说真话。在我心里，世子是不会有这一天的。毕竟以世子您的高风亮节的性格，如果真有，那定当是被人诬陷的。我作为您的妻子，自然会尽力的为您想办法。但是倘若世子您真的是罪有应得，若让我与一个犯人共进退，怕是有些难为了。或许从皇上赐婚那一刻，你我的命运早就绑定在了一起。世子说的是，所以不需要假设。夫人说的是，不过你嫁给我，是因为我是侯府世子的身份，并非我这个人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身陷囹圄，我希望你不必背负世俗枷锁，保全自己即可，我不会怪你的。是出了什么事吗？粮草案？不是，未雨绸缪罢了。如果我是李贺，
因为自己的案件牵连了妻儿，入了黄泉都不会安心。世子，您多虑了。确实多虑，毕竟我只有妻，并无儿女。这话我真没法接。世子，关于我哥的案子，您可有把握？我若说我没有把握，你当如何？我自然是信你的。若是连您都没有把握，那我或许会认命，亦或许我会孤注一掷，告于众。你若是信我，孤注一掷的事交给我。相爷，刑部放人了。放了谁？之前刑部说抓人就抓人，还跳过了许多流程，而今已放出来大半，还都恢复了他们的清白之身。相爷，定是您的计策起了效果，在朝堂上施加压力，每天弹劾刑部抓人的奏折一大堆，这不，刑部他终于……朝堂被搅得一团乱，刑部折腾不起了，去查查那些没被放出来的是否有问题。距离皇上寿宴没几天了，不可以掉以轻心。是。李大人，相爷有话带道。若李大人能主动认责、认罪伏诛，您的家人必竭力的照拂，不然便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如何相信丞相会信守承诺，不会在我死后斩草除根？李大人，相爷向来一言九鼎，您只能相信。丞相大人可真是好手段，如此，我李贺还有的选吗？哼！如顾大人所预料那样，丞相那边已经有所行动，他让我担下所有的罪名。想必他也对你做出了承诺吧？他答应照顾我的家人，并担下我的幼子治病的药钱。他出手阔绰，很有可能说到做到。是啊，像他那样的人，若不信守承诺，如何能掌控得住那些同党啊？上一个替他顶罪的人，家人已经得到了善待。顾大人，我还真是有些心动。那么李大人，你会如何选择？皇上的寿宴没有几日了，对付林丞相，顾大人有几成把握？证据确凿，只差找到林秦贪污的实证。找到了，便是铁案；找不到，便是功亏一篑。我既已答应了，就断然不会食言。江淮山的罪证，我也会帮着寻找。不过需要顾大人助我离开几日。只要写下认罪书，我便能将你调出牢房。如此，我李某的家人就托您庇护了。林丞相，有人供出你贪污粮草，你如何解释？如何解释？哎呀，顾大人，难道不是应该你拿着证据，让本相
认罪伏法吗？本相都不知为何会被抓到这里，也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会污蔑本相，何来解释一说？此乃江淮山所记，上面有你的名字。仅漠北一战前后，贪污赃款便高达3000万两。我不清楚，本相任职期间，从未贪污过朝廷的一分一厘，更何况是将士粮饷、救国粮草。不过，既然是刑部办案，本相自当是全力配合。既然有官员指认，刑部只好抓来例行审问。顾大人，不管是大理寺还是刑部办案，都要讲究证据。莫说江淮山已死，即便是他活着指认我，亦不能定我的罪。哼，这一点本相是一清二楚。自然，所以我们更期望于案犯自己招供，这会省不少的事。世子回来了。林丞相已被押入刑部大牢。世子可有把握定他的罪？他贪污的赃款不知去向，这是眼下最棘手的。那除了赃款，可有其他证据？倒是有指认他的贪污款项明细，只是没有赃款，他大可以否认。不过多费些周折罢了。放心，他这次跑不掉。既然罪证确凿，只剩赃款的话，我来想办法。嫂嫂，求你帮我！世子抓了我父亲，不知道现在如何。狱中确实有不少官员供出了你的父亲，还有这江淮山的账本上啊，也有详细记录他贪污的款项。此事已然板上钉钉，只差最后的审讯。什么？相府要完了？我若是你，便不会纠结这个早晚到来的结果。何况你父亲究竟有没有贪污粮草，你我都心知肚明，不是吗？不是的，我父亲的。既然早晚都会到这一步，你倒不如好好想想你和你娘。你父亲失势，势必会牵连你们母女，到时候只怕侯府也会休了你。坐。我听世子讲，光是漠北一战，你父亲贪污的军粮款就足足有3000万两，这些他多用于打点你那在北边为将的大哥，还有宫中的嫡姐。他进刑部之前，竟已替他们想好了所有的退路。父亲既然贪污了这么多，还给大哥和嫡姐安排后路，那我呢？我娘呢？她不管我们了吗？所以你们只能自救。不对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拐弯抹角的，你想求我做什么？陆昭宁话里有话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这当然只是我的一个提议，毕竟你父亲贪污的款项至今还没有找到。若是你能找出这笔钱财，把它献给皇上，大义灭亲。小姐，那些赃款官府都找不到，林婉晴能找到？我本来就没指望林婉晴能真的找到。小姐，你该不会已经准备好赃款了吧？对付这些卑劣无耻之人，只能比他们更卑劣。
林婉晴真的会背叛他亲爹？人在被逼上绝路的时候，什么都做得出来，更何况是相府先抛弃了他。相爷，您且安心，刑部查的这些日子没找到什么实证，估摸着明日皇上寿宴前，您准能出去。省了这么久，他们没理由再拘着您。就剩几个时辰，本相等得起。是，只是府里夫人小姐们担心您，一直在打听您的事。罢了，不必管他们。这些女人遇事则慌，见事短浅。左右，本相很快便回去了。行，那您先歇着啊。父亲，别怪我，我只是想保护我和我娘。何况侯府要娶荣欣欣为正妻，我求您为女儿做主，你却理都不理。是你先放弃女儿的，就别怪你。这么多箱子，这么多金银财宝，我父亲贪污了这么多，居然只给我那么一点嫁妆，真是不公！夫人，我们怎么办？把这些赃款交给朝廷立功吗？这么多，上将气，我们拿点，应该看不出来。不对啊！我怎么会这么傻？我居然信了陆兆宁的挑拨，去害自己的亲生父亲。就算父亲再不好，那也是相府的支柱，是我的仰仗。不是说还差赃款没找到吗？那只要刑部一直找不到贪污的赃款，父亲早晚会被放出来的。去，多叫几个人来，把这些箱子都抬走。还有这张图，也得烧了。去。不许动！谁在这儿？怎么这么多人？他们怎么会来这？你是侯府二夫人林丞相的女儿，我们奉命查找赃款，相府所有人都在我们的监视中，包括夫人你。还请夫人解释解释，大晚上你在此地做什么？这屋子里又藏着什么？怎么办？操口的事操不住了，父亲一定会被治罪，而我本就逃脱不了牵连，此刻出现在这里更会被认作同谋，罪名只会更重。我没得选了，我得活着。我发现了赃款，我准备大义灭亲，举报我父亲。顾大人，李贺已然认罪，你还要执迷不悟，冤枉好人吗？丞相大人，您在狱中，消息倒是很灵通嘛。哼，李贺认罪，
你却迟迟不上报，就是在针对本相。明知皇上寿宴，我倒要看看，你还能关我到几时？世子，我沐浴过了。关于丞相的事，放了。不放不行，明日是皇上的寿宴，我若是不放人，皇上便会忧心。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讲。用林婉晴找到赃款吗？如此说来，证据便确凿了。想想，便觉得有趣。为何会有趣？林丞相大摇大摆地从牢房里走出来，他以为自由了，实则他马上就会回来，但只有他自己不知道。你不觉得有趣吗？这人怎么蔫儿坏蔫儿坏的？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那掌握生杀大权的皇上，不知会不会给大哥一个公道？今日寿宴开始前，朕有话要讲。此前，朕命刑部、大理寺共查贪污一案。今有大理寺卿李贺主动写下认罪书，并对主谋贪污一事供认不讳，朕甚怒，已判其择日处斩。皇上圣明，此贪官污吏就该斩，正当如此。此次刑部功不可没，今日朕便借寿宴论功行赏。启禀皇上，此案尚未了结。什么？皇上，臣等有话要说。这几人不是先前被提押审问，前几日才无罪释放吗？臣等皆要指认林丞相。难道这些被放出来的才是真正供出我的，而那些没供出我的，反而都在刑部关着？好，顾恒真是好算计。皇上，林丞相控制着我们的家人，如今在顾大人的帮助下，我们已经将家人安置妥善。现在我们豁出去了，林丞相才是主谋。皇上，臣愿意死谏。罪臣也愿死谏。皇上，这些人口中并无实据，定是有人背后指使，诬陷老臣呐！陛下，李贺已伏诛，律法上此案已结了。如果刑部拿不出实证，老臣认为不应随便调查一国之相。皇上，若此案并未了结呢？顾恒，不是你给朕呈上李贺的认罪书吗？禀皇上，李贺并非主谋，他乃是受林丞相威胁，才写下了认罪书。顾大人，这就是你的栽赃之法吗？
禀皇上，李贺未曾写下认罪书，那份认罪书是臣与他商议的诱敌之计。顾大人，你当断案是小孩子的把戏吗？什么诱敌之法？认罪书是随便能写的吗？皇上，李贺现在就可以来到殿上，指认逼迫他认罪的人。准，宣李贺。宣李贺。罪臣参见吾皇。李贺，当真是林相逼你？回皇上，罪臣贪污的不过是小儿治病的药钱，是林丞相是主谋，有这样的奸相在，我大量威仪啊，皇上！放肆！林乾，这么多人指认你，你还说自己是清白无辜的？皇上，老臣当真是口不能言。今日这桩桩件件都是奔着老臣来的，老臣一时间难以应对。皇上，老臣是清白的。皇上，臣以为李贺嫌疑重大呀。是皇上，您明察呀。顾恒，你说你跟李贺联手诱敌，可有诱出实证？臣惭愧。对付林丞相，顾大人有几成把握？证据确凿。啊！顾大人所谓的证据确凿，是一点证据都没有吗？那就是没有。将李贺一干人等打入大牢。至于丞相，既然刑部拿不出实证，那么皇上，罪臣有证据啊！皇上容禀，罪臣有证据。皇上容禀，罪臣有证据。皇上，其实罪臣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早已在暗中开始调查。是。皇上，这些都是林丞相送往各城的赃款，却相凭证。皇上，您一查便知啊！皇上，李贺这厮竟然查到如此之多，难道正要再于他手？林清，这里面都是指认你的口供凭证。皇上，这仅凭这些凭证，那凭证也有可能是假的。皇上，启禀皇上，林秦之女林婉熙已主动举报，并找到其藏匿的赃款。什么？这个孽女混账，糟透了的东西！我千算万算，怎么偏偏漏掉了这么个蠢货？皇上，是栽赃啊！林大人，栽赃？赃款可是丞相亲生女儿忠永侯府二夫人亲口指认，绝不会错。李秦，你女儿大义灭亲，上缴赃款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怎么可能？婉清怎么会知晓藏钱之处？我分明将赃款分散藏在别城各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谁在诈我？顾恒、李贺还是皇上？他不可能这么快找到赃款啊！顾恒果然没让朕失望。婉清怎么也掺和这事？皇上，
现在他让林氏自己说。皇上，臣服。婉惜，兹事体大，为父含冤事小，切不可放过那些陷害忠良之人。啊！父亲自身无，相府彻底完，我绝对不能受牵连，还要活着。皇上，是臣服房间的赃款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带下去！皇上，这是栽赃，是栽赃啊！禀皇上，江淮山留下的账本上面清楚地标明，江淮山当年贪污所得十有七八全送给了林丞相，上面有依据可查。不仅平潭一战，当年漠北一战，林丞相也有贪污。林琴，你不是人！漠北一战死了3万将士，你真该千刀万剐呀！贪污军饷，罪同叛国。林琴，你枉为一国之相。皇上，老臣从未。还有周大人的自省书，上面亦有林相对他多年控制与威胁的证据。周忌，竟然是你！他娘的！我们认识这么久，居然背叛我，背叛丞相！竟然背着我独自去自检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丞相，我什么都没说呀，真的。周大人之前确未交代，但现在呢？未必。你实诈！住口！即便没有这些事，你贪污一事也是罪证确凿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来人，将林琴、周忌、王炳统统拿下！我没错，我没有错，错的是您呀，皇上。臣也曾兢兢业业，也曾想当个清官，是您不让，都是您逼的。什么国库空虚，什么贪官污吏，您南巡北巡，一次要花费的银两何止100万呐！劳民伤财，为何你花得，我们却花不得？为何你想得，我们却要勒紧裤腰带？我不服！苍天不仁，我不服！来人，把他们统统给我带走！皇上，我冤枉！皇上，顾恒明明掌握了一些罪证和线索，在皇上说要停止调查的时候，却不站出来，这人心思太深了。早在很久以前，我就有感觉我会毁在你手里。果然应验了。毁了你的是你自己。好一个大义凛然呐！我问你，错的只有我吗？皇上没错吗？你那个父亲没用的东西，就因为他的出身，就因为他继承了侯府爵位，
心安理得的享受时宜。封地百姓辛苦劳作，压完了油，流尽了汗，收成却都要给你们。你们这些蛀虫，没错吗？四海无闲田，农民有何死？我的祖父、父亲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所以我林清发誓，绝不让我的儿女子孙饿死。天道酬勤，我寒窗苦读，只为出人头地。官场如战场啊，我也挺过来了。我官居城下，想要吃多少白米饭就有多少。你们凭着什么给我上枷锁？王公贵族穿金戴银，就是高贵雅致；我们穿金戴银，就是为官不正，就是品德有失。我只负责查案，至于你有何苦衷，我不想知道。顾恒，你真卑鄙！是你让林婉清做了假证吧？那些银款，你们不可能一时一刻就能找到。只要证据链吻合，便能治你的罪。至于早一刻还是晚一刻，又有何分别？我犯的错，我一人承担。顾大人，我能求您件事儿吗？我求你保住我的妻儿老小。我要知道一切真相，特别是江淮山一案。没错，江淮山贪污军粮一案，也是受我指使。你参与的只有粮草案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江淮山其他罪行，买官卖官，徇私舞弊。顾恒，你休想将罪名推到我的身上，好给江淮山一个清白！你休想！我做的，我认；我没做的，你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还样。当真与你无关吗？有一桩，只有一桩，替考舞弊案与我有关。不，说到底，也与我无关。是什么结果？林琴说，儿时之所以受到控制，参与贪污粮草，是因为被他抓到了把柄，正是你兄长的替考案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会继续查下去的。查什么？你兄长的案子，林琴说跟他无关。与他无关？怎么会与他无关呢？我想见林琴，当面亲自问问他。这不合规矩。若是世子不帮我，我一定会自己想办法。你不信我？关山霜，刀剑影轮回，江湖之间。灯怎么灭了？小姐，嘘，别进去。大姐，你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啊！你害谁大姐呢？不对，小姐她……
世子和夫人，世子和夫人亲热呢，你别添乱。亲热好，小姐和世子恩爱就好。冷静些了吗？整理一下，我带你去见林姐。不是一直不让我去吗？怎么突然？好。他那么生疏，连换气都不会，莫非连这种事你也是头一回？什么头一回啊？当然不是。抱歉，方才那样强行对你，我也是为了唐突了。他和常远做过夫妻，怎么可能没接过吻？为了避免陆家的底细被牵扯，你换上狱卒的衣服，在旁听着。好。去，拿套狱卒的衣服。是。同样的话，你白天已然问完，这深更半夜为何又要问一遍？到江淮山找人替考，欺上瞒下，后来东窗事发，便将罪责尽数推给那替考之人。那人也不无辜，哪有底气揭露？佩剑的上顾想通过这个法子科举入仕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，所以才会被江淮生拿捏，不敢上告。据我所知，大哥深知自己的身份，不敢妄想。他只是想找个赏识自己的人，写写文章，展现他的宏图大志。我就抓住了江淮山这个把柄，逼着他与我一同贪污粮草。李贺不是查到我所有财产所在吗？在其中一个钱庄的宝柜里，就放着所有人的把柄，包括那江淮山的也在其中。等你找到了，你会看到你那所谓的恩师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清正廉明，他和我一样，都是沽名钓誉。顾大人，莫非你死活不信，才来再度问我？怎么？难道在你心里，他江淮山就是什么清清白白、毫无瑕疵的好人吗？莫要胡思乱想了，证据会从别城送过来。这样，你先跟石巡回去，我还有些公务要处理。好，夫人，请。那些证据从何而来？哼，我以为我们这次会一起庆贺，毕竟这一仗我们打得很漂亮。至于林奇的那些罪证，你只当是神秘人给我的便好。
就比如江湖上的仁人义士侠肝义胆，助朝廷破案嘛。总而言之，顾大人，我不计较您算计我，逼我交出那些罪证。顾大人，你也不必计较那些罪证从何而来。你背后真正的人，准确来说，你与江淮山的背后之人究竟是谁？我们背后的人不就是林琴吗？借我之手除掉林琴是你们的计划，但你李贺也在那人的计划之中。用那些罪证除掉林琴是你们不得已的最后一步。只要使出这一手，你李贺便再无价值。李大人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你的家人想想吧。我们都曾以为自己赢了，其实包括林琴，我们都不过是棋子罢了。唉，顾大人，长路漫漫，我们这些人辛苦考取功名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终究还是成为上位者的争权夺利的工具。我李贺不例外，你顾恒也不例外。唉。我去见了李贺。我一直觉得李贺的事有蹊跷，关于林琴的证据，当真是他找到的？我一直很好奇，关于林琴的证据，当真是他找到的？是，但我怀疑，粮草贪污案即便跟林琴有关，那恩师背后的主谋也绝不会是林琴。这次借着调查林琴，证实了这个猜测。李贺为了遮掩背后真正的主谋，会不遗余力地证明林琴有罪。我也觉得李贺这人并不简单。李贺历经酷刑后，方招供林琴，而后又马上答应与我联手对付林琴，整件事透着刻意。你的意思是，李贺是故意露出马脚，引你注意的吗？这些人好深沉的算计，一环扣一环，其目的就是引出李贺，结束这一切。我猜测，恩师背后之人，也是操控李贺之人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找李贺，去问问他幕后之人到底是谁。我问过了，他像是有软肋被人拿捏，不肯交代。那我们再去问问。世子，李贺在牢中自缢了。李贺已死。顾恒还是太碍事了，尽早把他除了。而且，你不觉得他很像一个人吗？谁？你去趟宣国。是。林琴已处以车裂，林家其余人流放3000里。林婉琴因举报有功，他和他娘被赦免了。李贺当真是自缢？大理寺已定案，是自尽，没有疑点。这暗中仿佛有一张大网在掌控着这一切。李贺刚被推出来顶罪，一切的线索就全消失了，能查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怕了吗？不怕，只是觉得这条路似乎更长了。
我陪你。真相还未浮出水面，眼前的路更难走。但我不急，我可以等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不再是一个人，顾恒就在我身边，他有能力，也愿意帮我，有他在，我便安心。